朕曾经以为力排众议，立他为太子，是在保护他。可他儿时遭遇过多少次暗杀？朕后来又以为冷落疏远，是在保护他。可结果呢？这么多年，朕对他视而不见，换来的却是他身亡的消息。那个女人明明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会有人伤害她？啊，陛下，陛下保重身体啊，陛下。单凭那群盗匪，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玄机阁，对，让玄机阁去查。朕要知道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是，陛下。小宝贝，这一次就看你的了。主人，已安置妥当。你差我趁昨夜你在大少主院中之时，将尸骨安葬。大少主院中和玄机阁都未察觉。还有何事？我遇到了另一个跟踪的人，此人武功浅薄，但轻功了得。我发现他的踪迹之后，费了些功夫才将他甩开。此人与上次的良医之人是同一人。是你，主人。知道了。主人，大少主那边，走吧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玄清无需离开，大哥有什么话可以现在和我说。都下去吧。是。你当真会帮我？我不仅会帮大哥，日后商铺的事情也会和从前一样，不管顾家的家主是谁。
云崖寺为君送的商贾和官员开了斋宴，我在斋宴之前看到了顾朝夕，追着他去了后院，却无意之中迷失了方向。等我找回斋宴，就发现那群人围着尸体，还有那个香囊。这些货物皆是顾家的一份心意，寺中若有所缺，请尽管开口，顾家定当全力相助。大少主，斋宴即将开始，咱们该过去了。三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别看了，跑着！这怎么有个尸体啊？大家快来看一下！别看了，跑着！所以当日你在云崖寺，本应该在斋宴之上，却遇到了一个像朝夕的人。那就是顾朝夕。朝夕那日一直都在我身边，若不是大哥看错，或许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刻意为之的人，难道不是你？大哥，此话怎讲？不正是你二人合谋，引我入局，以此挟制于我？若想挟制于你，何必做局？你原本以为自己买凶成功，直到后来发现冷言失败，所以你才想杀婉娘灭口。现在我还想帮你，大哥，不如说说，你如何想到买凶冷言？是何人所言？朝夕不是你的三弟，又是何人向你引荐了李郎中？我原本的确不想管你的死活，只是藏在顾家背后的人再三挑唆，若你们反目，恐怕他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人。状元、沈将军、太子殷纣、顾家、玄机阁，果然和这些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年，大哥将商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想做顾家家主，无可厚非。但顾家本是一体，大哥所做，无异于自断手足。即便你成了家主，就真的能将家主的位置坐稳吗？不过我倒是有些好奇，为何大哥会觉得朝夕并非你三弟？没有人挑唆。那件事情，是我那天去向父亲汇报商铺营收时无意间听到的。家主，行动失败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的最后一丝血脉。所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玄武才找你投诚。自然不是，他们没发现我。听闻父亲要把你以玄机阁阁主的身份指给三弟，那时我才明白父亲根本就是要把顾家交给一个外人。所以，我去找了顾玄武。他不知道我听到了他们那日的谈话。二妹常年在外吸毒，四弟又是武痴，二人皆无心顾家事务。他是识时务之人，知道只有我才能助他夺回玄机阁，所以，他选择归顺我。大哥所言的归顺，就是在你遭人算计时，无法相助。
大哥，可要三思而后行。毕竟，我是现在顾家唯一愿意相信你是遭人算计之人了。恐怕一开始，玄武就在与你周旋利用。你隔墙有耳听到的话，说不定就是他本故意说给你听的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最后一丝血脉。谁？只不过是风罢了。大哥无需烦闷，在生意场上你的远见与判断，都非我等可以匹敌。但玄机阁本就在探秘与人心，顾玄武不过是因为了解，所以才利用了你的弱点。出来！来人！追！是。李郎中是那日我听取，偶感风寒请来的郎中，带他去给三弟号脉，也不过是一时兴起，想找个理由探探三弟那枚玉佩的下落。冷言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，我不放心将此事交给玄机阁，便私下去找了他。但既然冷言失手并未酿成后果，可冷言死了，那不是我干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查到了二妹在案发之后去过冷言的居所，还将婉娘带回了霓裳庄。这是他的宫启，来到霓裳庄的时间就是冷言遇害后的第2日，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你早就猜到了，冷言就是他杀的，对不对？是他吩咐婉娘动的手，才在事成之后将他带回霓裳庄。大哥最好有些其他发现。你派去杀婉娘的刺客是我带走的，大哥不必再试探。只是我未想到你会动用玄机阁的人，难道就不怕此事会被家主发现？今日多谢大哥坦言，如果想到其他事，可以来扶风阁找我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哥早些休息。等一下，既然你已经查到二妹去过冷言的居所，想必已经怀疑她了。那她1个月前曾悄悄回京见过三弟，你可知道？主人可是要去2小姐院中？不急。主人既对2小姐早有怀疑，也查出药房缺失药物流向2小姐院中的证据，为何反而将注意力放在大少主身上？你觉得家主为何将我引入此局，只给朝夕？难道不是为了借你和顾朝夕的婚事，稳固玄机阁与顾家？是，也不是。无论二姐刻意的示好，是真的想与我同盟，还是祸水东引，即便这一切都被查出与他有关，你觉得家主是会先处理他，还是我这个顾家的外人？你是说，家主或许早有察觉顾家有人怀有异心？我收到了那封指向顾家的密信。
大哥也听到了有关朝夕的挑唆，问霜也是如此。可是我最初一直都不明白，就算有玄机阁的牵制，顾家那么多人，家主何必放权给我这个外人？后来，我还是要感谢我那位夫君。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。若家主将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难以善了。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外人，才有所顾忌。家主一生杀伐，如今垂暮，这院中之事，怕是也难以单凭对错来决断。所以我首先需要的不是找到凶手，而是需要一个可以被我完全掌控的盟友。二小姐和四少主不是有意与你成为盟友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完全掌控的盟友。发生何事？老爷房中遭了贼，吾等奉命搜查。三少主夫人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方才还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往那个方向去了。那是二小姐的院子。走。更深入昼，莫要让夫君等得太久。我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天字任务？怎么会又出现已开启的天字任务？半路有危险啊！我本来以为这次的天子任务将会由你完成，没想到阁主竟然将它交给了我。那便预祝你顺利完成任务归来。你当真希望我顺利归来？可如今阁中传言，家主将重择阁主人选，你我不对，应该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下任阁主。玄清，天子任务亦为天子任务，都是为当今圣上办事，何必分你我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家主为何会将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？主人，派去江南故居的人回了吗？未曾。如此，你明日便启程替我去一趟吧。我知道，主人难以轻信他人，但是我的命是主人救的，我绝不会做背叛主人之事。您在这个时候让我离开，所以您到底还是……你还真是……救过你，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我是否真的救过你。那日是你进入玄子所的第一个任务，你当真以为我出现在那里，又恰好带回了奄奄一息的你是巧合？不，与我做天子任务时家主给你的任务一样，
在你的第一个弟子任务时，我的任务是，一旦你的任务失败暴露，我就要杀了你。你的任务成功了，所以，我将你带回。但我做天子任务时，家主明明给了你同样的任务，你却拒绝了，还以此契机成为我的死士，这是为何？主人，明早启程吧。谢谢。夫君可想好要问我什么？看来是还未想好。不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夫君。夫人，请问。夫君何故夜探家主的斩春阁？来到顾家，又是所谓何事？难道不是夫人带我来的顾家吗？如今玄机阁他这是要去哪？这就是夫君的问题。酒莫喝得太急。玄清的根骨极佳，而性格至刚易舍。他不适合这里。他难道不是你唯一信任的人？信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便一直在玄机阁。玄机阁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这是我8岁的时候，将我迎来的馒头分给了另一个孩子。他为了夺取我手中的另一半，给我留下的。这是我12岁时，同出任务的人，在我为他挡下一刀后，却将他的刀刺向了我。这是我越级接天子任务，要在1炷香的时间内，从弟子组的所有人中杀出重围。有人在认输之后偷袭，还有这里，玄机阁便是这样。
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我是否有亲人在世。但若他们还在，又为何将我送到玄机阁？信得过之人，就连家人尚且如此。你觉得我应该信谁啊？又能信谁？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清风拂柳影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隐沧桑。你醉了。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重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隐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我不走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父亲，2次天字任务时间离得这样近，恐怕是没那么简单。孩儿请求同于洛一同前往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这次的任务，谁说是要他去了？父亲，您不是说过，待他和三哥……于洛既已是阁主的候选人，这天字任务不是理应由他前往？玄机阁的阁主候选人，不是只有他一个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
不错。主上，他为什么要赶走那个侍卫？他现在身边不是正需要人吗？他当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个什么玄清。那个玄清虽然看起来头脑不太灵活，却难得是个愚忠之人啊。他并非不信，对他而言，玄清就像是与他经历相同、结局却不同的缩影。他放他离开，或许是想看到自己离开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吧。但他连夜离开，看方向是去了您留下江南故居的地址，需要我去。不必了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夫人要查的是一支多方兽族，看来死人手眼通天，你先回宫里好生查他。是那条天字任务吗？对。你今日怎么会来？我刚好做了些点心，我带你去。不必了，我今日确实有要紧事来找二姐的。近日我核对了一下药房的账簿，发现药房每月有部分的药品去向不明。调查后发现，这些药品流向正是二姐的院中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药品融合后含有毒性，若长期服用，足可致死。更巧的是，我将这些药品拿去请人辨识，药品融合的症状与家主极其相似。什么？弟媳的意思是，父亲如今乃是中毒之症？正是。父亲的病，父亲的毒与我何干？我擅长制毒，顾家谁不知道？想必那人也定是想以此将罪责推脱到我身上。不过，弟媳就是因为这个，才四处去寻秦神医的。弟媳真是有心了，可比我们这些人都要用心。二姐，既心中坦荡，不妨将绣下之物交与我看看。什么都瞒不过弟媳的眼睛，不过我的笑九泉毒性极厉，还是不要误伤了美人。我本就研习制毒，这件事顾家上下都知道。至于药材，药材的去向，弟媳何不去问问三弟？我自然是想问朝夕，只是朝夕听说我曾有一条随身携带的手链，便打听了样式，差人去找相似的，却得知这手链当中有一颗琥珀，来自南疆。若我没记错，二姐那时恰好在南疆修习医毒之术。只是他没想到，那日将这琥珀送回的人是我。二姐，要自己下棋呢？你不是说还有2个月才能回来？
此局并非是我一个人对弈，这盘棋还没下完。是你那位心上人？这是？你不是急着要一颗上等的琥珀吗？二姐，这是何必呢？派个人送来就是，何必亲自过来？我就是想看看，能让我三弟魂牵梦萦的女子究竟是何模样。我听说父亲为你指了婚，如果你想，二姐可以顺便帮你逃婚，去寻你那位心上人。二姐，说笑了。我可没有说笑。这顾家，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座屋舍，但你不同。10年前我炼毒九死一生时，顾家无一人发现，只有你察觉之后救了我。二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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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有事的。对我而言，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若有人想伤你半分，不管那人是谁，我必定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其实父亲并非不尽人意，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与我们相处。大哥，四弟，三弟，你还是太过单纯了。父亲以身体为名将你囚禁于这扶风阁，谁知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？谁不知道这玄机阁是你母亲一手建立而成，他这次的指婚也必定不简单。大哥一直想要得到家主的位置，如今得知你要成婚的消息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四弟与你被指婚那人关系匪浅。若他当真与四弟情投意合，我定不会做那个拆散他们的人。你这人真的是，怎么也不想想你自己，倒是关心起其他人来了。二姐说的是，待他归来，我定会亲自问他。若他当真属于四弟，即使忤逆父亲，我也定会推了这种婚事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不是……无妨，我已然习惯了。既然我已身处这樊笼之中，又何必让他同受负累？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个人不是三弟。可我察觉你也在暗中探查消息后，我不也主动将查到的消息交给了你？那只是你的试探罢了。引我去查大哥，也是你的有意而为。你既知道，又为何还顺着我的心意去查大哥？还是说，我只是恰巧给了你一个去查大哥的理由？你既不愿说，便算了。毕竟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你也是除了我，唯一一个关心三弟去向的人。不过，我原本计划盗走衙门的那具尸骨，却有人比我先行一步。盗走尸骨的人，是你吧？但当真时，
无论是或不是，真相总有大白之日。不过，家主中毒一事，二姐仍未洗脱嫌疑。嫌疑又如何？朝夕遇刺一事，你当真以为家主就能洗脱嫌疑？他明知顾家内乱，还将你指给朝夕，在他死后又顺理成章地将下一个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，恐怕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将玄机阁和顾家交给你二人了。家主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人。阿洛，我听说了，父亲将天子任务交给了玄武。这天子任务向来都是由阁主或代理阁主完成，怎么能交给玄武呢？玄武本就是玄字组的，理应成为候选之人。可你上一次越级请接任务，父亲就承诺将阁主之位交给你。家主的决定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不管什么道理，若是父亲执意将任务交给玄武，我便去杀了他。四少主，莫要意气用事。意气用事？你应该知道，我绝不是在意气用事。阿洛，你明白，若是你所想之物，我便会为你寻来；凡是阻碍你之恩，我便会为你肃清。三哥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你；他做不到的，我可以替他完成。夫人。夜里风寒，切莫着了凉。啊，四弟也是。三哥，你能为他做的，就只有这些了吗？三哥，你要知道，父亲已经违背了先前的承诺。今年二人完婚时，将阁主之位传给于洛。你还有什么能给他？而我可以为他忤逆父亲，夺回玄机阁。你呢？四弟的真心难能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今日之事，我便当从未发生。四弟也莫要再提了。下雨路滑，夫人注意安全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？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，等候夫人归来。若我今夜未归，我便在此处等待夫人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父亲，您既未收回命令，我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这是在以什么身份请我收回命令？你该知道，她是你的三嫂，难道今日你三哥的提醒还不够吗？那又如何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明白，您既已许诺将玄机阁交给于洛，如今又为何要反悔？爹，既然您对于洛不公，那我便去为他讨回这个公道。
根据玄武这几日的动向，他要探查消息的对象竟也是沈将军。为何2次天字任务的目标相同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今日我只要打乱玄武的计划，阻止他取得情报。小人有些事叨扰，还请沈将军留步。他们怎么会直接现身？不知壮士拦路，所谓何事？并非是我拦路，而是沈将军拦了不该拦的路。我拦了何人之路？将军要想知道，不如现在下去问问阎王。感觉如何？卑鄙！将军快走！你家将军中毒比你更深，所以躲在马车里，不敢出来。我竟然不知自己是何时中的毒，阁下好计谋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是玄机阁的人吧？你不必知道。等等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，我的好同僚？不是说不关心我的任务吗？为上级办事不分你我。如今深夜前来阻挠，又是为何？玄机阁任务，何来杀人一说？哼，你接的任务还少，自然不懂。一派胡言！玄机阁只认阁主令和任务卷轴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可以去问家主。不过，也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去问了。若不是我上次的天子任务失手，家主又怎会将这交给玄字族的任务放权给下面的人？有毒！是你，小姑娘，你快走！你中了毒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要为了我枉送了性命。有没有毒又何妨？你不过是越级接下天子任务，还真当自己配成为阁主？区区地字族也配是我的对手？主人，给我杀！玄清，玄清，玄清，主人，别管我，快走！不走。玄清还是抗命了。江南孤居无人，小心有诈。玄清，玄清。
芊芊，芊芊，你不必难过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兄弟们，上！自己的仇，自己报。飞鸟翱翔是自由，鱼游入海是自由。可既然世间有弓箭渔网，那我们眼前的自由，都不过是云烟过眼，俗世皆为樊笼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自由，是手里要有刀。我这是来完成任务的。我看不到你的任务究竟是什么。最近有官员离奇死亡，我从前不知，今日看到你这般行事，恐怕正是你暗度陈仓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正是玄机阁的任务。一派胡言！我今日便要为那些人，还有为玄清讨回一个公道。玄机阁有令必达，不问出处。我这一生一直都在寻找一把刀，直到后来，我才渐渐明白。我就是那把刀，扰乱玄机阁，让你围杀沈将军。
现在就连你也不在了，你本可以无拘无束，远离这些是非。至少，能留在你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我与他不同，是因为我的忠义，都系于一人身上。顾玄武已死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幕后之人是谁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。为了你，为了朝夕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清风拂流萤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影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，终散场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你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，终散场。往昔故事心中放。